疑惑的吴飞燕当时迈步走向内部的石室。原本孟长生的石室仅有外部这一间，当年的孟长生已经开始了第2个500年的修炼，早已经实现辟谷，终日打坐修炼，无需睡觉吃饭以及如厕。在将吴飞燕与林竹鲁带回洞府之后，孟长生用剑为2人开出2间卧房，又开出了1间餐厨房和厕所。为了自己的修炼不受打扰，孟长生又为自己开了1间石室，用作自己的修炼打坐。于是这里便多了5间石室。吴飞燕将前4间石室全都看了一遍，来到第5间石室的位置时，这里早已经没了第5间石室的踪影。原本第5间石室的入口处，此时已经变成了光滑无痕的石壁。吴飞燕一边摸着那光滑的石墙，一边开口说道：“师尊，当年你大限将至，将我与师兄叫到这里托付后事，我一急之下说了几句肺腑之言，你便将我与师兄赶了出来。自那之后，你这间石室便消失不见。当年我修为孱弱，尚不能分辨这是障眼法还是大神通。”说着，吴飞燕从腰际抽出一条丝带，手腕一抖，那丝带瞬间变得坚硬笔直，如同一把丝绸制成的长剑。这条长剑便是吴飞燕的法器。此刻，那长剑的剑锋发出一阵共振产生的低鸣。吴飞燕剑指石壁，咬紧牙关，冷声道：“今日我便破了你这洞府，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故弄玄虚。”言罢，吴飞燕将灵气汇聚剑锋，澎湃的灵气瞬间转化成凌厉的攻势，霎时间斩向那块光滑的石壁。今日的吴飞燕已经不再是当日被孟长生赶出来的那个吴飞燕，现在的她已经顺利打开了泥丸宫，相比当年，实力强出何止100倍。当年孟长生能用剑在山中硬生生斩出几间石室，今日的吴飞燕也有这个自信，能将这石壁彻底摧毁。吴飞燕信心满满挥剑斩向石壁，本以为能够轻松将石壁劈开，可没想到剑尖斩向石壁的那一刻，石壁仿佛忽然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牢牢包裹，以至于吴飞燕的剑尖刚接触到石壁，便被当场弹了回来。极强的反弹力数倍于吴飞燕斩向石壁时所耗费的灵气，一时间将吴飞燕的剑震飞出去，而吴飞燕本身的手臂也剧痛难忍，根本抬不起来。这一瞬间，吴飞燕心中大骇，她没想到这看起来没有任何玄机的石壁，竟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她难掩惊骇，不禁在心中自问，这难道是师尊留下的阵法？想到这里，他连忙恭敬地高声说道：“师尊，弟子吴飞燕回来看望师尊您了。”说完之后，吴飞燕警惕地环顾周围，想看看是否有什么变化。可让他失望的是，周围一切依旧，看不出有任何异常。他狐疑地暗忖，那老东西千年阳寿已到，死是肯定死了，这里大概率是他留下的阵法，以阻止其他人找到他的石室，发现他大限将至后留下的尸首。旋即，他转过身，将那把被震飞的剑重新捡了起来，心中冷冷道：“既然是阵法，哪怕其中蕴含能力再强，也早晚都有被耗尽的一天。我今日定要将你这道石墙斩碎，一探究竟。”言罢，吴飞燕用左手挥起长剑，再次裹挟着强大的真气，向着那石墙全力斩下。电光火石间，只听轰的一声，吴飞燕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便只觉得左手被一股极大的力道震得左手发麻，虎口紧握的长剑再次被震飞出去。这一次石墙反弹回来的力度，分毫不比刚才那一击来的弱，这让吴飞燕表情瞬间涌上几分惊恐。他能理解一个阵法很强，但他不能理解的是，
这个阵法明明已经在第一次反弹时耗费了很大的力量，为什么第二次反弹的力度丝毫不减？如此一来，自己根本就无法推测这阵法内蕴含的灵气究竟有多强。吴飞燕又惊又怒，感觉仿佛被孟长生留下的阵法戏耍羞辱了一番。他咬紧牙关，厉声呵斥：“你布下如此强大的阵法，难道就是为了防着我？我可是你的徒弟啊！300年前，既然你已经就要大限将至，为什么将你的毕生所学以及法宝法器传给我？口口声声说要等什么升龙阁，哪里有什么升龙阁的说法？况且，就算有升龙阁又怎样？你与他素未谋面，为何要将自己一生珍宝都留给他？我吴飞燕差在哪儿了？”吴飞燕泄愤一般的吼叫，主要是为了发泄心中怨气。可就在他话音刚落的那一刻，石洞之中忽然响起一个雄厚的男子声音：“孽徒，我告诉过你，以后不得再踏入10万大山，你回来做什么？”这个声音霎时间将吴飞燕吓得魂飞魄散，因为这个声音他再熟悉不过了，这声音的主人就是自己的师尊孟长生。这一刻，他的大脑几乎短路，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惶恐地说道：“师尊，徒儿并非有意忤逆，只是多年未曾回来祭拜您老人家，今日特地赶来祭拜，并非有意冒犯您老人家。”说完这话，吴飞燕便立刻开始小心谨慎地但是那个声音的回答。刚才的那句话是掩饰，同时也是一种试探。他故意提及今日赶来祭拜，就是想看看那个声音会如何回答。因为他现在虽然能够确定那声音就是师尊的声音，可他还没搞明白这声音究竟是来自阵法还是来自现实。若是来自阵法，就证明师尊当年在大限将至之前就猜到自己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，所以才特地为自己布下一个迷局，让自己知难而退。可若这声音是来自现实，那可就太不得了了，因为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师尊还活着。所以他特地这么说，就是想听一听对方会如何回答。若是对方顾左右而言他，那就证明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。若对方直接来一句“我不需要你这等劣徒祭拜”，那就证明师尊确实还活着。于是吴飞燕无比警惕的同时，也在默默的焦急等待着对方的回答。这时便听那声音冷声呵斥道：“念在你我师徒一场的份上，今日我就不难为你了，只是你记住，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到10万大山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